乌克兰政府已经宣布制裁22家所谓赞助俄罗斯的外国企业，其中既有美国公司宝洁，还有德国超市麦德龙，甚至还有中国的小米，令国际舆论哗然。乌方此举意图释放什么信号？来看分析。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发布名单，制裁22家外国企业，宣称这些企业是俄罗斯的国际战争赞助商，其中包括中国企业小米。乌克兰官方声称，小米公司被列入这一名单的理由是，该公司业务没有退出俄罗斯，继续留在俄罗斯，并且在俄罗斯智能手机市场一直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乌方声称，企业缴纳的税款会被用来支持俄罗斯军队。小米公司发言人随后发布声明称，强烈反对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把小米放入国际战争赞助商名单。我们希望世界和平，从不支持战争。小米集团是一家成立于北京的全球性企业，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及地区开展消费者业务，并严格遵守经营所在地的法律法规。观察认为，乌方盯上小米是因为小米手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卖得太好了。自2016年进入乌克兰市场之后，在短短2年中，小米手机在乌克兰的市场份额就飙涨到26.7%，一款机型还赢得乌克兰智能手机销量冠军。而2018年至今，小米在俄罗斯在线商店的销售额中排名第1，并拥有庞大的线下商店网络。2021年，小米在俄罗斯的营业额为2.02亿美元。俄乌冲突后，与许多跨国公司一样，小米没有退出俄罗斯，市场进一步扩大。2022年第3季度的对俄罗斯供货量同比增长39%。截至去年7月，小米手机及子品牌在俄罗斯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高达42%。实际上，这家公司的手机在全球口碑都不错，2022年度销量全球第3。将小米列为资助战争，我觉得完全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我们都知道，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这场冲突爆发之后啊，有一些西方大的公司撤出了。那么中国公司呢？这个小米公司作为一个民用的手机生产商，它根本没有所谓的资助问题正常的经营活动。深圳卫视注意到，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公布的所谓国际战争赞助商名单上，一共有22家企业，除了小米，还有其他2家中国企业。这份名单十分广泛，美国宝洁、俄罗斯卡希尔、英国蒙迪以及法国欧尚等都在名单上。有评论指出，这是史上罕见有一个国家一口气将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跨国公司全都制裁了一遍。此外，乌方制裁对象还包括德国麦德龙、比利时开路集团、意大利达涅利机械等，而被列入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希腊，共5家，第2名是法国，共4家。观察指，制裁清单上主要是欧美石油、航运和金融公司，这些公司都有一个特点，在俄业务范围广，市场占有率高，对俄罗斯财政税收贡献率比较大。看起来，乌克兰预防腐败局制裁的总体理由就是，只要2022年2月24号以后没有退出俄罗斯市场的跨国公司，都有可能被制裁。此次也在制裁之列的德国超市麦德龙曾向德国之声电台解释了不愿意退出俄罗斯市场的原因。麦德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之所以留在俄罗斯，是因为停止商业运作将对1万名员工及250万中小型自营职业者的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德国商报透露，这家超市企业的俄罗斯营业额在整个集团收入占比超过10%，退出俄罗斯市场将严重影响其财务状况。此外，德国化工和制药巨头拜耳、化工巨头巴斯夫以及消费品制造商汉高等大型跨国企业也都没有退出俄罗斯市场，但他们的业务对乌克兰政府来说十分重要，因此乌方惹不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日化巨头宝洁也在乌方的制裁名单上。实际上，这家公司为了政治正确发过不少声明。去年3月8号，宝洁在一份新闻稿中宣称，我们不会继续在俄罗斯进行新的投资，并暂停促销、媒体和广告活动。事实上，美西方去年曾掀起一股制裁俄罗斯一切的歪风，俄罗斯的猫甚至树都在制裁名单中。许多欧美企业高调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但今年2月的统计显示，有76%的外企选择保留俄罗斯业务。来自欧盟和G7国家1404个大型跨国企业在俄罗斯的经营十分活跃。
有企业主表示，一旦退出俄罗斯市场，其他企业就将迅速占领他们的份额。俄罗斯企业还会以便宜的价格获得这些外资企业的经营网络，打造俄罗斯本土品牌。例如，美国的星巴克退出后，俄罗斯本土的新兴咖啡趁机崛起。我们也看到了，除了这个有一些西方大公司撤出俄罗斯市场，但还有很多西方公司仍然在俄罗斯市场进行经营。所以呢，乌克兰政府的这个所谓制裁小米公司的这种做法，我觉得一方面是没有尊重相关的法律和事实。其二呢，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中国在俄乌问题的劝和促谈没有得到这个乌方的这个预期的效果，所以才出现了小米公司被制裁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当然，我们始终认为中国的劝和促谈，首先是俄乌冲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的问题可以简单处理，但是复杂的问题确实不能简单问题去处理。令外界疑惑的是，这些名单上的企业并未涉及腐败案件，却遭到乌克兰反腐部门的制裁。鲜为人知的是，乌克兰的反腐败系统权力巨大，也十分复杂，有4大机构，数量是欧洲最多的。但公开信息显示，这些机构被美西方严重渗透，每充当他们的代理机构。例如，特朗普在调查拜登的儿子亨特时，就动用了乌克兰预防腐败局。当时，美国媒体就曝光，乌克兰预防腐败局受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控制，是其安插在乌克兰的一颗棋子。乌克兰的反腐机构还经常自我扩权。2020年，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曾将前总统波罗申科、美国总统拜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全部列入调查名单。当然，这些调查全部都不了了之。外界认为，这次将22家跨国企业纳入名单，最终也必将不了了之，因为这些国家乌克兰一个都得罪不起，而且乌克兰方面也没有执法能力。今年2月，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包含12点，核心是劝和促谈。俄方表示欢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曾表示对有些内容赞同。外界认为这是乌克兰官方为未来的和谈留下的回旋空间，但美西方却不断施压中国。欧洲一些国家甚至声称要将乌克兰局势与对华关系绑定。日前，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访华，参加第6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法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贝尔伯克敦促中国用影响力让俄方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他还声称，这直接关涉到欧洲的基本利益。上周访华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宣称，中方在促进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过程中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实际上，俄乌冲突令欧洲在大半个世纪之后重燃战火，欧洲是直接受害方，通胀高企，经济很受伤。但欧洲不少国家跟着美国拱火俄乌冲突，完全不顾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自己不去积极解决，反而将停火止战的责任推卸给中国，令人匪夷所思。中方此前已经多次反复强调，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我们是危机和平解决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推动者。我们愿同欧方就政治解决危机沟通交流，也期待欧方展现战略自主和政治智慧，朝着实现欧洲长治久安迈出坚定的步伐。俄乌问题它涉及到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的利益差别和利益争夺。因此呢，中国愿意在劝和促谈问题上继续做努力，但中国绝不是俄乌冲突的责任方。中国在劝和促谈也是基于普遍的可持续的安全观，要照顾到各方关切。贝尔伯克的这种言论呢，一方面呢，说明了欧洲在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呢，已经是焦头烂额了。第二个呢，就是解决俄乌冲突的方向和方式方法，大家还需要继续的去对接、去理顺，而不是简单的说中国有影响力。外界认为，美国是乌克兰冲突的最大受益方，因此不断拱火。路透社报道称，美国防长奥斯汀将于19号访问瑞典，与瑞方讨论共同关心的安全相关问题。在瑞典加入北约受挫的情况下，美方此举意在继续鼓励和推动北约扩张。更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汀将于21号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赴德国共同主持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讨论持续不断的乌克兰危机，并保持紧密协调，为乌克兰提供必要支援。外界指出，美西方舆论设想的俄乌春季攻势并没有出现，美国召集这次会议就是为了鼓动夏季攻势。
2位高级长官都出席，实际上也证实到美国对援乌问题的重视，体现了美国可能会需要在这个某些问题上做出一些决断，特别是在俄乌冲突进入这样一种消耗战、久战不决的情况下，美国现在呢仍然在拱火的道路上继续前进。